另外一个我想问你啊，就是你在德国居住那么长时间，你觉得德国宗教方面的冲突有没有这种可能？今后，比如说穆斯林还有他们基督教方面的这种冲突啊？有，肯定有，这必然的。其实我就不喜欢宗教这东西，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宗教这东西纯粹就是精神鸦片，你知道吗？这就是说白了，但是说了，我也不能代表所有人啊，我这是我个人观点，就是说白了就是宗教就是政治的一种延续，你知道吗？它就是控制人的，甭管是穆斯林也好，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这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它是控制人的，它是将来如果要就相当于如果两个不同理念。政治派别发生冲突，那必然的，就跟现在似的，党跟党派之间还斗呢。你像宗教能不斗吗？必须的。宗教而且像他们天主教跟那个穆斯林，这伊斯兰教，他们斗了上千年了，这只不过现在他现在给压下来了，但将来还有可能再继续的。我觉得不能，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会的。你说是不是？在小村子可能没有这个感觉，在德国大城市的感觉更强烈。他们你看像像那个有穆斯林生活区域啊，不很多啊，像我听说连警察都不敢进去啊。像那宗教家族式的那种管理，你知道吗？好像在柏林嘛，好像我听说这有的地方连警察都进去都犯怵，你知道吗？你像这样怎么弄啊？你看像瑞典那时候这么着那么着的啊，我们白左怎么着的搞这种事情，然后你看瑞典以前多好啊，现在瑞典啥样子呀？完了，这东西不能这么搞，这东西我老说，其实这人呀，群体动物，就一个框，你在这框里边，你随便怎么搞都是自由的，随便，只要别这框架是什么呀？框架就相当于法律，相当于一个社会的一个习俗，一个就东西，你别出这框，你出这框就有问题。就不会让说什么，有人说社会先进了，你把它必须的，现在接受不了，以后200年以后能接受。哎呀，我说了，就像那个今天女的，明天男的这东西，他200年以后，我估计他也没用，你知道吗？这东西不正常。你看我跟我老丈人聊天，他说也是，现在在德国太自由了，自由的都让你，就是说。但有些方面自由啊，就是说像这方面自由，但有些比如像什么方面限制很多。对，但是有些方面它根本就没什么限制，就自由，你知道吗？对。värmepump 必须要装。就是你看像你比如说像他要改一暖气，他原来这烧油的那个好，他要换那一暖气，强制性的，你一定必须的，你要装那个，就是这个，就是为了他的意识形态嘛，绿党的。对呀，他把他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你了，给全国人民了。对，就老百姓全强制性的强加，而且他所谓说的言论自由也好，什么自由，他自由他是有限度的，他只是像这些小无关紧要的，他可以自由，给你自由，但是你比如像你说。你要在德国，比如说关于政治上方面的自由，绝对它受控制。对呀。比如像最好的例子就是什么反犹。对呀，在德国是绝对不允许的。再一个，比如说你说纳粹，你说我纳粹，那也不行啊，你感觉你像 AfD 前一段时间他们反 AfD， 就那这就是德国选择党。对呀，选 AfD 的时候，就是他那时候就利用我说就是他们就是利用。国家的职权，用政府的职权来打压一个别的党派，他们组织那游行嘛，你没看那个全德国嘛，举行那游行就反，突然是一夜之间，对，组织起来将近100万嘛，反那 AfD 嘛，我说这就纯粹就是他们就利用手中职权来组织起来打压另外一个党派，其实这 AfD 给他们扣上一个右翼，我觉得真的他们根本不算右翼，完全不算右翼，我说。我也是外国，我跟我同事讨论的时候也是，有同事说，我说FT 怎么着的，雷西帕泰不拉跟我说这个，我说他怎么雷西帕泰啊？对外国人不友好了，你知道？我说他外国人不友好，他说啥了？我说那 AfD 的那 Schiffrin 那说的那些话，
那些党魁在那个在那个议会里边说那些话的时候，我说你看过吗？你听过吗？没有，我没有。我说那你怎么说他是右翼啊？那报纸登啊。我说你报纸登。我说我看过他的视频，他在那在那个议会里边说，他说这最简单，他说这个政府这届政府是最恨德国的。我说这就没错吧？我说你看你报纸你看过这句话没有？他说没有。Sie können Deutschland nicht gut regieren und Sie wollen es nicht. Sie richten es zugrunde. Und ich sage Ihnen auch warum. Weil Sie Ihr eigenes Land.Weil sie Deutschland hassen. Diese Regierung hasst Deutschland. 我说你看，他不登这东西，为什么？因为政府不让登这句话。我说你看，他说他反对不是外国人，他不是反对的外国人，他反对那些非法的外国人，没有身份的、有犯罪行为的那些外国人，就针对这些人的来迁徙，他不让他们从德国出去，他不是说不让外国人来。你外国人来，比如说了，我就可以在德国长期拘留，他没有道理轰我走。他除非改宪法了，他不改宪法，他轰不了我。我不违法不犯罪，他也轰不了我。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是合理合法的。他说你也是外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向着AfD 怎么着的？就是我说我不向着AfD，我说我向着是讲道理。我说我知道吗？我不向着 AfD。我说如果他们要真是说的有道理，我就觉得有道理，我就相信他，支持。对，我不管他是什么党派的，我就咱中国人有一这么话说，甭管是黑的猫还是白的猫，他只要抓住那耗子，他绝对是一好猫，这就够了，你知道吗？我说你养一大白猫漂亮，他什么都不干，除了吃就是睡。你说你养它干嘛？就除了花钱没用。你这黑猫又小又瘦，它抓耗子，但这是好东西。我说你这道理你怎么不明白呢？啊，他们就我跟你说，他们不关心政治，德国人关心政治人少，但是他们又想谈，对，他们又喜欢说政治，具体的往深了他就不懂了，就他们了解很肤浅，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故意来恶心你这个。他很肤浅，他不是恶心你，他就是肤浅，你知道吗？他们不了解里边深的东西。比如说他跟你谈中国话题的时候，我老觉得他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对，要跟你说话。对，他们不是想跟你高高在上的。几点了？还没到时间吧？不到9点。不到9点呢。他不是有心的去恶心你，他肤浅，你知道吗？他比方听了一个 tema， 听了一个题目，就知道，就认为自己知道。对，他冲着报纸上他一看，哎呀，哎呦，你看这，对，你看中国政府干这事儿，你说他干这事儿，怎么着？我说你光看这个，我说就随便，而且你看，就是我看你的，有时候看你的那 video 里边你老有说他那些评论嘛，底下，对，我跟你说，这你念那些评论的80%-90%全是那个水军就那些写评论的人，真的80%-90%人写水军，就像那些什么意识形态特别严重的一些人，绝对我跟你说100%是水军。这德国人没有那么高的意识形态。就是关于什么共产主义什么这，他们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我无所谓，我只要活着就行了，我只要好好的在我这活着，什么谁他们不关心。只有那些水军，我跟你说，他们才在那个你什么就有无所谓什么底下留言，这意识形态特别严重。我发现很多了，你知道吗？他们真正德国人其实不关心这些东西，我说他们就关心点，哎呀，你们中国人没有选举，我说谁说没有选举？中国也有选举权啊。反正我说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说我就选过举，基层选举就跟你们德国一样，基层选你只选到这村儿，比如像你们这村儿选到这儿，然后村儿再往上选，像那什么那也是吧，像你看像德国人选举不也是吗？你只能选到你这个最基层的这个Gemeinde，对不对？努比斯呀，你只能到这地方。你再往上选，你说我选谁当总理去？你没机会，你只能选到这个，选到这个阶层。你说我再往上选，那怎么没戏？一样。德国是选择一个党派。哎，你德国选择一党派，咱们选的基层选举的是什么？选人民代表。反正我选举，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刚参加工作、上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那时候选举的时候，
我谁选去啊？我还让我选，我都不愿意去，我没那闲工夫。我谁爱当谁当去吧，谁当人民代表？不是我不关心，我选了他，我也不认识他。我选谁，我也不认识这人，没有用。他们也是选人嘛，他们也选这东西。所以说有，但是中国有一个是民主的集中制，后边一集中那是最主要的。我说你们有议会，有 Bundestag， 我说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不经常开。我说这不经常开，但是他有一人大常委会，那可是经常开的那些人。就人大常委会，你应该这听说过吧？人大常委，我说那是天津，那是很多的。就说什么啊，中国摄像头多呀，乱七八糟的。哎呀，这摄像头这么着那么着的。我说了，你中国摄像头多，如果摊的人均落在每个中国人的脑上，我说这个可不一定比德国高。我说你们德国摄像头如落在德国人的脑上，咱讲一个就是说平均数的话，可德国可就高了去了，也不低，也不比中国低。我说差不多，我觉得应该。就我那同事，他曾经在中国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回来我说你喜欢吗？喜欢啊。哎呦，同人也好，说中国人好，但是热情啊，什么吃的也好。我说那我说你怎么不长时间留着？当然，哎呀，没什么，就是摄像头太多呀，这个那个的。我说摄像头多，我说你怕什么呀？哎呀，我需要普利巴，什么那个，哎呀，跟到。我说你要这个，我说你在公共场所你要干啥呀？你要干什么？我在公共场所，我说大街上你要干什么呀？我说那是只针对大街，他不针对你们家的窗户。他说那也不行啊，你说我去哪儿？好家伙，都知道我摄像头在哪儿，我知道我在哪儿。我说你做贼呀，你怕人知道你在哪儿，或者你背着你老婆，你找女人，你怕你老婆查你，对吗？你害怕这个？哎，我说你有什么可怕的？要不你跟你女朋友在中国的公共场所，你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你怕这个让人给照下来是吗？我说我倒不是这个。我说那你怕什么呀？我说你有什么可怕的？你正常人，你走你的，你就这么过来，你就走你的。我说警察可没兴趣关心你，没有那闲工夫看你是谁，你干嘛的？没有，中国警察没有那闲工夫，人有那功夫还抽根烟去呢。哎，说不出来，反正我觉得他这个开始就无理搅三分了啊！反正我就觉得不好这样的。我说德国也有很多摄像头啊，他说没有中国的。我说是中国地方多大呢？你得说啊。我说你看，光看城里的摄像头多，你要到中国农村去，你找摄像头也不多。我也有，但是没有那么多。你想那么多，反正后来就无理搅三分嘛，就是说算了，那我还是就因为这个问题，我不喜欢这么着的。哎呀，我说你真逗，我说你可真是行，我说随便，我说你愿意怎么着？他说假如我去过一次了，那么长时间了也够了，了解一个地方够了。一个。那你们这次回国跟德国物价对比，你觉得我们人民币1块钱和欧元1块钱的购买力，你们觉得怎么样？1块钱购买力，以前欧元还可以，是吧？1块欧元可以买不少东西，现在不行了，现在差多了。比如就咱吃穿住行，从这方面说吧，行咱就不说了。昨天你看咱们去桂林，1块8，你花了对吧？你帮我们花了1块8一个人嘛，坐大巴嘛，体验了一下1块8。你看跑了多远的路啊？从那个高铁到市中心，你要在德国，我估计1块8想都别想，你就别想了。像一些大城市坐科隆是3块5，对啊，对啊，你看像它，尤其它不是3块5，它累积的。比如在柏林嘛，你坐地铁，我忘了多少钱了，2块，1块是2块还是1块多？在科隆是超过4个站，对，它2块就超过3站4站就马上就变了，加钱了。对了，马上就涨钱，涨。我说你要比如说从这城市坐到城市那头，好，这就花10多块。我估计你要这么涨的话，不过话说德国城市也小，你要真像中国城市这么大，你从这头到那头真得花10多个欧元。所以说你说它便宜吗？买车也是。买车。对。这么一小车。对，像你侄女那车啊，2万多人民币。那车我觉得真的挺好的了，他开了
买的是二手的吧？11年了，一共开了11年。对，二手的吧？对。你要在6年的时候买二手的。你和那米小车，你要在德国，至少得7、8千。买下来7、8千，买下来，对啊，至少得7、8千。你像他这2000欧元左右就搞下来了，多便宜啊！你在一个，比如说很多东西，还有什么啊？你比如说像电费，咱就不说了，你肯定也知道电费，德国啥电费？你要我们我们交电费，以前交的时候我2毛。新冠之前2毛3一度，我们那个在我们那个house 那个，到了新冠的时候给我涨3毛多了。你说涨了多少钱？这物价，它涨上去就不会回来了，它涨上去它绝对不会回来了。你记住了，这物价只要一涨上去，再往回跌就跌不回来了。你看像那个天然气，我们以前交天然气1个月交100多块钱。是吧？100多欧元吧。以前就新冠之前，160、7吧欧元1个月吧。现在呢？平均下来1个月。最贵的时候呢？我最贵的时候1个月是300多。240。可是他给咱们订的合同是300多。但是我们用的少了，我后来我节约了，我直接冬天，他冬天怕冷。我这屋里家夏天冬天的时候老是开着特暖和，像这2年冬天我就尽量给它开小点呗，烧点劈柴，烧那个我有壁炉嘛，烧壁炉嘛，然后就烧那种壁炉我就从我老丈人那儿拉过来，老丈人他自己去树林里伐去，然后伐完自己晒干了，你知道吧？我从他那儿拉就免费的呀，我要外面买也涨钱，你知道这那劈柴1立方以前才。就是那种混合木哈，混合木大概也就才40多欧元1立方，以前，现在那种1立方都80了。然后你要加倍了，对，你要像那种硬木的，以前是65到70欧元1立方，现在都上100、110、120。你知道吗？都涨得厉害，没法弄。现在你工资没涨啊。是。你生活费平白无故生活费你就增加翻了一番啊！你想想。他肯定的，他什么都还有什么，比如说，你这最简单的，咱们说那 Blitz，以前5毛钱一个，现在一种烤出来的一种东西，咱们中国人翻译叫扭结饼嘛，他直接翻译扭结饼。以前4、5毛钱40-50个cent一个嘛，现在在我们那儿便宜的也得80，也得80多。我跟你说，在东德那么穷的破地方，我们在那儿居然一个卖面包的面包店，在他们那吃早餐嘛。他是卖面包的面包店吃早餐，那一个布雷斯卖了1块多。东德，我们住在南德，那最有钱的地方在德国，你看他们东德还居然那么高的物价呢，你想想，怎么活着？你像房租也是，你看我们那城市，房租居然以前租房。60多平米，大概500-600欧元，是 cart 的吧 ？cart 就是冷租嘛，没有附加费的。然后你再加上一些什么倒垃圾的电费啊、煤气费啊、公摊费、水费、公摊费、电梯费，乱七八糟这些摊进来大概也就700欧元左右吧，一个月啊。60多平米，就这样的60多平米的一个窝囊。然后呢，现在呢1000、1100、1200，全都这了，直接就翻了。我那天我说，他喜欢住城里头，好了，我说咱把咱那房子卖了，我说咱租一个在那个城里租一个房子。小城啊，还是小城市啊，我们住那小，不是慕尼黑那更贵了，那慕尼黑那就顶那慕尼黑那太高了，那就简直就，好了，我说我一看房价，我看租房，我的。一下涨1000多，我在网上一看，那房价1000多，半个月工资去掉了啊！对呀，你想这一般的德国人，这可不半个月工资去掉，有的人就是1个月工资就没了。像那些理发的低收入者，超市服务员，什么一些个餐厅服务员好点还拿小费啊，现在小费也给的不多了，因为。